重回宋家，我要好好感谢让我在地狱度过20多年的亲人，把我扔到乡下25年，巴不得我死的父亲。不识抬举的东西，就该让你死在乡下！滚出去！蛮横无脑的弟弟，讨饭狗！我要是你啊，就老老实实滚出去，绝不会痴心妄想，上赶着找打。你别以为你是爸妈亲生的就了不起，这个家永远都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又欠收拾了，结实。各位，今天举办的这场发布会，主要是跟大家介绍我走失多年的女儿宋乔。走丢？宋月，你也说得出口？当年是你勾结医生想要杀了我，骗妈生了个死胎，我抱着必死的决心回到宋家。那些想要我死的畜生，准备好迎接我的报复吧！我要夺回本该属于我的璀璨人生。3天了，终于走到了。宋乔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来的？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，真是丢我宋家的脸。爸爸，您之前一直说来接我，我一直没等到您来，就自己走来了。胡闹！我现在就安排人立刻把你送回去，等以后时机成熟，我再把你接回来。可是乡亲们都知道我是您的女儿，我要是回去，乡亲们问起来该怎么办啊？哦，对了，前几天你下乡配合林老板做公益，他知道我要来寻亲，还让我向您问好。你说什么？林老板也知道你来找我？嗯。我的新项目还需要林燕的投资，要是被他知道我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扔在乡下不管，我本来安排人了，过阵子就把你给接回来，没想到你自己先回来了。不敢麻烦爸爸。你倒是乖巧。咦，废品捡回来了。今天外面风好大，我可以睡屋里吗？嘿，你个小杂种，还敢跟我提要求了？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叫你做白日梦！你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叫你做白日梦！磨叽个啥？活干完了吗？搞完了，赶紧上老张家去收麦子去。下午还得去赵婶家掏粪呢。干完活赶紧回来做饭。再敢跑去学堂偷听，晚上继续伸出卷。要不是找到当年救我的人留给我的信，或许我永远不会知道，我的亲生父亲不但不想要我，还想杀了我。乔乔，我的乔乔，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被数不清的人欺骗、凌辱，他对我会是真心的吗？妈妈，
当年医院骗我生的是个死胎，这个医院一定有问题，不行，我得去查清楚。哎呀，查什么查呀？这都多少年了，现在孩子平安的在咱身边不就行了？可是行了啊，秀萍，都过去了，眼下才是最重要的，就当是给宋乔祈福了。你也不劝劝你妈？在拿到宋氏集团前，我还不能拆穿他。妈，过去的先让他过去吧，以后我会一直在您身边。好孩子，以后的日子让妈妈好好补偿你。干什么呢？大老远就听见有人在这儿鬼哭狼嚎。耀宗回来了，快来快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她是宋乔，按日子算是你的姐姐。什么姐姐？咱们家亲戚有叫这个名字的吗？就是领养你的那年年初我生下的孩子。什么？不是说早就把他弄死了吗？啊？你说什么？蠢货，果然跟我查到的一样，狂妄无脑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是说那什么，当年不是生下来就死胎吗？我生的是个健康的孩子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害得我乔乔一个人在乡下。行了行了啊，这件事儿以后谁都不许提，不吉利呀。宋月，你现在越害怕被发现，我就越期待日后拆穿你虚伪皮囊的那一刻。老天有眼，让你重回宋家，赶明儿我就去慈善会捐些善款，为你祈福。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贱人怎么还活着？你不是说早就把他弄死了吗？小点声。我前段时间去乡下做慈善，竟然正好碰见他了。后面才知道，他根本就没有死啊！当年派去杀他的人，竟然把他放回乡下，找人养大，留了条命。不是，那宋氏只能有一个继承人，外人都以为我是养子。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宋家亲生孩子找到了，哎呦，爸，你不能公开他，你公开他，宋氏那帮老古董肯定会有二心的，我到时候怎么好名正言顺的继承苏氏呢？这个你放心，就算他回来了，我也绝对不会公开他，后面找个合适的时机把他给解决掉。稳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宋乔有任何阻碍你的可能。哎呀，爸，你也真是的，你干嘛把他接回来呢？人没死，继续扔在乡下不就行了吗？这哪是我让他回来的，是他自己走过来的。而且林燕现在已经知道他的存在，我不得不认了。什么？林燕？那个北城首富啊？人家只比你大2岁，你要是有人家1半的本事，我现在也不用这么顾忌他，认回这个赔钱货。哎呀，那天底下能有几个林燕啊？我可是你亲儿子，你别老这么说我行不行？爸，你可一定要帮我。除了你和爷爷，外头人都以为我只是宋家养子。我妈没名没分的跟了你那么多年，生下我就没了。我是宋氏的一棵独苗苗，你得多为我想啊！废物！废话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啊！啊！为了能让你在宋氏光明正大的长大，我买通了医生，骗白秀萍说宋乔一生下来就死了，还不是为了让你在宋家光明正大的长大吗？你们俩父子在说什么呀？怎么这个表情？
哈哈，没什么。他不是说宋乔回来了，他担心呐，以后你会偏心。傻孩子，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耀宗啊，现在乔乔回来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多想哦。在我们心里，你跟我们的亲生孩子是一样的。以后啊，你们可要好好相处哦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和姐姐和睦相处的。你倒是自觉呀，还真把这当自己家了。难道不是吗？我看你还真是拎不清自己的身份，欠教训啊！王妈，谁让你把他的饭放在这个餐桌上了？啊，少爷，这饭不放在餐桌上，放在哪里啊？这人的饭嘛，当然放在餐桌上了。狗的饭嘛，当然放在狗盆里。是，少爷，我……你耳朵聋了吧？赶紧从这个餐桌上给我滚下去！哪儿来的疯狗？大清早就在这儿狗叫，狂犬病犯了就去治。贱人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宋家大小姐了是吧？戏真多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宋家大少爷是吧？你，你有病吧？拎不清自己身份的贱人！你不是喜欢吃饭吗？去啊，趴地上，把地上的粥给我舔干净。浪费粮食很好玩是吗？你知道多少人吃不起饭吗？哪里来的穷酸货？你看看你啊，就算回到了宋家，那骨子里的穷酸味儿。好日子过够了是吧？你，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惹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吵什么？啊，爷爷，我好疼啊！乖孙，哎呦，我好疼啊！我的乖孙呐，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啊？哎呦，乖孙哎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叫家庭医生来！是。爷爷，哎呦，乖孙，没事吧？啊，爷爷，都是他，是他打的我。苍色！你就是宋乔？是我，爷爷，我打他是因为……住口！无论什么原因，你都不能动手。他是我们宋家的独苗苗，金疙瘩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他不是养子吗？怎么就成了你们宋家的独苗金疙瘩了？昨天就知道你来，我就不想见你。如今一看，果真上不得台面。什么养子不养子，在我们宋家，耀宗就是最重要的，也是我宋忠鹏心里唯一的亲孙。果然，这样看来，他也知道宋耀宗是宋月的私生子。去，滚到门口给我跪着！什么时候耀宗头上的伤好了，你什么时候起来？不许哭，这些伤还比不上过去所经历的1/10。以前都没哭，现在哭什么？还没对这些所谓的家人死心吗？啊！天哪，大小姐真可怜，太老爷这打的也太狠了吧！什么大小姐啊？你看宋家谁把她当小姐了？听说啊，老爷根本不想接她回来，是她自己厚着脸皮非要回来的。啊，这么不受待见啊？就是啊。不要再对宋家人抱有任何期待了。
宋乔，别忘了，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一个当了20多年的丧家之犬，在我面前就得夹紧尾巴，求我施舍。以后还敢跟我横吗？啊！20岁的人了，怎么还蠢得跟猪一样？要不要接着回去告状？你他妈的！宋耀宗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没有。不是我真没踢他，是他自己倒的。不信你问他嘛。乔乔，弟弟说不是他弄的就不是他弄的，反正我受点委屈没关系的。嘿，贱人，你不是我宋耀宗，耀宗，我都说了，在我心里，你和乔乔是一样的。哎呀，不是，我真没有，不是我。闹什么？你这都是什么毛病啊？刚回家第2天就闹得鸡飞狗跳的，丧门星！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乔乔什么都没。行了，惯子如杀死，这道理都不懂吗？没规没矩的，过一会儿怎么了？宋月，你妈，我没事的。现在争个输赢有什么用？能握在手里的才是最牢靠的。爸爸教训的是，我以后一定注意言行举止，做一个合格的宋家大小姐。那爸爸准备什么时候公开我的身份呢？你说什么？公开？痴心妄想！宋乔，你现在已经在宋家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别得寸进尺啊！痴心妄想，得寸进尺。我不是爸爸的亲生孩子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宋耀宗才是你的亲生孩子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我看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还敢顶撞你老子！这2天你就待在家里好好给我反省。至于公开，我看没这个必要。爷爷，你找我？我听耀宗说，你想被宋家公开承认。爷爷，我本来就是宋家的亲生女儿，被公开，我想应该也是正常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不值钱的死丫头片子，能让你回宋家已经是天大的恩赐，还想被公开？哼，做梦！讨饭狗，我要是你啊，就老老实实滚出宋家，绝不会痴心妄想上赶着找打。不识抬举的东西，就该让你死在乡下！滚出去！跟他们争辩毫无意义，看来只能用那个办法了。哼，我知道了。哼。
林先生，我是宋乔。我知道。你之前说欠我3个人情，现在我想要用掉它。好，其实你想要宋氏，我可以直接帮你架空宋月，让你不用了，多谢您的好意，我靠自己可以拿到宋氏，你只需要按照之前的计划发布视频就好。不好了，宋总，怎么了？您之前在乡下做公益活动，遇到大小姐跟你相认的视频传开了，现在大家都在讨论。什么？乡亲们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也感谢林总的大力支持。我相信呢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。我们，爸，我是宋乔。这是谁啊？这是我的出生证明，不信您看。啊！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事儿怎么会被人录像，又怎么被发到网上大肆传播呢？我们的人一直在查，但是毫无头绪。现在咱们股价暴跌，董事会的人也在问，而且网上的人都在骂，说您看着人模狗样的，实则不是。行了，出去告诉董事会，这事儿我会妥善处理的。好啊，把我架起来，想逼我公开承认。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干的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宋月，你魔怔了。乔乔刚从乡下回来，他哪来这么大本事操纵视频传播？公司的人查了那么久也没查到，想来这个死丫头也没有那么大本事。好，我姑且就相信你这一次，但是如果让我发现你有别的歪心思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3天后，我会召开发布会，公布你的身份。这几天，你给我好好学学规矩，别给我宋家丢人。诸位，今天举办的这场发布会，主要是跟大家介绍我走失多年的女儿宋乔。你别担心，就算公开它又如何？不让你进公司，他根本没法跟你争。我要夺回本该属于我的璀璨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乔。宋小姐，您怎么看前段时间网上流传有关您和您父亲的视频啊？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回应的，只是我和爸爸相认了而已。可是，视频中宋总的表情那么难看，不像是想要认回您的意思啊。这怎么会呢？我爸只是当时太紧张了，活动一结束啊，立马就认回了我，带我回了宋家，对我也是很好的。我说的对吗，爸爸？对的，我的亲生女儿，自然是要好好宠着的。大家放心，我爸和整个宋家都对我非常的好，而且还说下周一带我回宋氏工作学习，准备好好培养我呢。让全北城都知道我的存在，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这是要培养继承人吗？宋月，等着看你想要杀死的女儿是如何从你宝贝私生子手中夺回宋氏的。
宋总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这宋家养子都在宋氏集团里任职，亲生女儿回来，肯定是要回宋氏的。刚听宋总说很宠爱大小姐，现在又让去公司，是不是想让大小姐接班啊？肯定啊，那宋耀宗不过是个养子，血浓于水，肯定会把宋氏给自己的亲闺女啊。这个贱人竟敢给我下套！是真的。那您这个举动，是不是准备培养大小姐当您的接班人？我们宋氏集团，能力出众者才有资格接任我的位置。宋乔虽然是我的爱女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因私废公，所以我决定宋耀宗和宋乔两个人谁有能力谁来做这个接班人。所以嘛，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。宋氏集团有您这样的带领者，真是未来可期啊。贱人，那个逆女，我……爸，你可想清楚了，现在全北城都知道我是您的爱女，你说我身上有伤，要是被人看见了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你个贱人，我……你威胁我？不敢，只是提醒你。我倒是小瞧你了。说，为什么要进宋氏？难不成你还真做梦想要继承宋氏？不可以吗？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你敢打我宋氏的主意？我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吗？您说我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不过我很好奇的一点啊，您那么讨厌我，却那么喜欢宋耀宗，你说宋耀宗该不会不是你的养子，是您的私生子吧？你胡说什么？身份已经公开了，你也进宋氏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今天的事情，我暂且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是，如果再有下一次，别怪我不讲父女情面。是，爸爸。爸，你就答应他进咱们公司了？你以为我想啊？众目睽睽，各方记者都在，你让我怎么说？怎么拒绝？如果让外界知道我连自己的亲生闺女都不待见，别说会不会质疑你是养子的身份，就连宋氏的股价都会暴跌。那难道我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贱人进我们宋氏吗？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呀？进了宋氏又如何？我在发布会上已经说过了，你们两个谁有能力，谁继承宋氏。我明白了，他一个乡下来的村姑能有什么本事啊？就算他有点小聪明，对付他，我也有的是手段。宋总啊，您让宋小姐去当前台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是啊，这宋少爷当年一进公司就是总经理，现在这样安排确实有失公允呐。我这样安排也是为了宋氏集团好啊。宋乔虽然是我亲生的，但是他从小生活在乡下，没什么文化。爸爸，听说弟弟进入宋氏以后，负责的项目全部亏损，2年的时间倒贴7000万，一直是你一个人在补贴呢。这，宋乔，我虽然一直在乡下，但凭借自己的本事考上了重点大学，我想我应该不会给您丢人。也请诸位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能够跟宋耀宗公平竞争集团内最大的项目。
现在最大的项目可是 Gloria 集团的，就凭你呀！唉，你也不知道那个合作有多难，但凡谈成，那可是10个亿的营收。怎么，你怕了？不敢？异想天开。好，那这个项目合作，你们2个人公平竞争，谁能够成功谈下，谁就是我宋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宋乔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要啥没啥，还敢跟我争？等我拿下宋氏继承人的位置，看老子怎么教训你！大小姐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工位。来，请。大小姐，实在是抱歉，宋总那边说没有合适的办公室给您用，所以……大少爷，这些文件下班前整理好给我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现在是项目合作的关系，我可不是你的小助理。小贱人，让你整理是给你面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项目合作谈不下，连这点小事都干不好。这大小姐不是宋总的亲女儿吗？怎么被大少爷欺负成这样？什么大小姐啊？这宋乔就是光杆司令，宋总要是重视，能连个办公室和助理都不给他配啊？那咱们可得离他远点儿。我再怎么样，也比你这个乡下来的贱人强10000倍。是吗？那我就看你这个废物以后怎么像一条狗一样向我摇尾乞怜。哦，对了。你找死啊！宋耀宗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口一个乡下贱女，和乡下那些泼皮无赖有什么区别？我他妈弄死你！大少爷，你冷静，别忘了宋总说过的话，闹大对您不利。我看你能帮他多久？等我继承宋氏，一定要把你抽皮扒筋！我的人在哪里？就是跟我一起做项目的人。这人，负责 Gloria 集团项目的人都在这里，不过他们都是我的人，分我一半。凭什么？明眼人谁不知道你只是来走个过场？到最后，这些都是我的。人蠢话大，别跟我扯这些。公司现在还没有落到你手里。我们一起做项目，分我一半人有什么问题？是没问题啊，但是你问问他们，谁愿意去你那儿？来，我问你们，这个项目要分成2组，你们要跟谁啊？跟大少爷吧。大少爷，我们跟您。没错，大少爷，我们只相信您。对，就跟您，就跟你。良禽择木而栖啊，宋乔。这可是他们自己选的。各位，我知道我经验不足，但是我一直在学习，也一直在线上帮助。大小姐，您不用跟我们说这些，我们也不关心，我们只是想跟着大少爷干。您刚从北京回来，要资源没资源，根本不可能拿下 Gloria 集团项目合作的。您就别跟大少爷争了，早点回家吧。是啊，您说您一个千金大小姐，好好在家里待着不好吗？偏要出来玩过家家。这你可都听见了啊！你要么现在自己收拾东西滚出宋氏，然后跟股东们说你放弃竞争。或许啊，我心情一好，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放弃？我的人生里就没有放弃这2个字。好啊，那我自成一组，这个项目要定了。你。他在干嘛？不会真在写项目合同书吧？他能写出什么狗屁项目书啊？做样子吧。真能装。
再难的路都走过来了，现在这些又算得了什么？王总，这500万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只要这次事儿能成，2000万立马打到您的卡上。啊，宋少，你这就客气了。小事一桩，能与宋氏合作，我们也非常荣幸。那咱们可就说好了，这次合作只能给我。一会儿那个宋乔来了，啊，他发的电子版合同我看过，非常不错。况且，她也是宋总的亲闺女啊。哎呀，我爸根本瞧不上她。您放心，只要我能拿下这次合同，我就能顺利接手宋氏。到时候啊，我一定不会忘了您的恩情。所有宋氏对外合作的项目，您随便挑。那咱们说定了。王总，王总您好，我是宋乔。大小姐，坐。王总，我……哎，这个点大家都饿了吧？先吃饭。哎，吃饭怎么能不喝酒呢？宋乔，咱们谈项目合作的话是要喝酒的，你行吗？谈合作还得喝酒，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个规矩啊？来，宋少，大小姐毕竟是女孩，让人过来倒点果汁儿，这合作不谈也罢。想要改变规则，就得先成为制定规则的人。王总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是我不懂事了。来，你用这个杯子喝，我用这个杯子喝，敬你。想不到宋小姐也这么上道啊！王总，今天您给面子，让我跟您谈合作，我再敬您3杯。来。小时候在乡下没有清水喝，只能偷煮酒喝，练成了千杯不醉。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用上了。来，王总，我再敬你1杯。来。老东西，喜欢喝酒是吗？看我喝不死你。王总，我再敬你1杯。来，王总。宋乔，你太过分了！不是你们说的吗？谈合作要喝酒，我哪里过分了？王总，我过分吗？不过分，谁说我没过分？王总，那您今天喝得尽兴吗？尽兴，非常尽兴。能喝多王雄的，那不多。那你算一个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。走，咱俩结拜去。王总坐，结拜的事先放一下，你再看一下这个合同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签字。签。不是，王总，你喝多了，我先送你回去。王总，你忘记了，你已经答应跟我们要合作了。你现在喝多了，我先你。行，谁喝多？谁和你合作？囊火！我没喝多，我签你了。我还要和我妹结拜。这个酒囊饭袋！没本事就想靠抢，给我，把项目合同还给我。还？无论是这份合同，还是合同上的签字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
这个合同本来就是我的，你就是趁他喝醉。宋耀宗，你要不要脸？你接触这个项目这么久，但凡你争点气，都不用等到现在。贱人，我再最后说一遍，把项目给我。好好好，是你逼我对你不客气。宋耀宗，你疯了！现在全北城的人都知道我是宋家大小姐，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……是，我现在是不能把你如何？你知道就好，那还不赶紧把我放了？死到临头你还嘴硬？哦呦！没想到你还有2把刷子，不过现在都是我的了。本来呢，你好好待在宋家，别出来露头，我和我爸还能让你多活2天再灭口。可你不识好歹，偏要跟我抢了，我只能早点送你去见阎王了。你敢！哎，明里不行，暗里行啊。宋大小姐酒驾坠河身亡，这个理由怎么样？你喜不喜欢？不行，我还没有复仇，还没有拿回宋氏，我现在还不能死，我得想办法。去吧，送他上路。是。林老板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巧巧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还不叫你的人让开！林老板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让开！您这是……如果不想死的话，别逼我说第3遍。让开！不要总是惦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无能的废物。今天这笔账，我记下了。来，我给你交代个事儿。一个人单枪匹马干倒了 Gloria 的王总，不简单。宋大小姐，之前你说你要一个人拿下宋氏，我还不信，看来是我小瞧你了。我还欠你一个要求呢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兑现？后面再说吧，暂时还没有。是神通广大的宋小姐，我现在越来越好奇，你之后会做什么了？很快了，很快我就会得到我想要的一切。这个年纪就有这么大的魄力，这几年来吃了不少苦吧？都过去了。对了，你让我帮你收集当年宋月买通医生的证据，我这边整理的差不多了。我在收集证据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另外一件事，不过现在还不能选择。宋乔，你还真是好本事啊，连咱们北城首富你都能勾得上。我说你哪来这么聪明的脑子？又是逼着咱爸拉着你进公司，又是写出那么漂亮的项目合同，都是林燕给你讲的吧？啊？看不起女人却输给女人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所以给我造黄谣，无非是想让自己心态平衡。我以前只觉得你无脑狂妄，没想到你还卑劣下作。像你这种人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一会儿在会议室公开项目合同的时候，记得收一收你那狰狞的嘴脸。你他妈的！宋乔啊，宋乔，项目合同书已经被我调换了，你有能力又如何？最后不还都是我的？哼！
诸位，我宋氏和格洛瑞亚集团项目合作顺利达成。宋月真的守诺了，是不是太顺利了？就按我之前说的，耀宗和宋乔谁能够谈下，谁就是我宋氏集团的继承人。我宣布，宋耀宗就是我宋氏集团的继承人。下周一我会举办宴会，向全北城各集团企业宣布这个好消息。爸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项目是我跟王总……还不是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谈下的项目早就成你的了。宋乔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，谎话张口就来。宋总，你要不要再确认一下？我看大小姐不像是会说谎的人。是啊，宋总，那天我见了格洛瑞亚的王总，对咱们大小姐的能力那是赞不绝口，应该不至于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吧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会造假合同吗？这两个老废物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！爸，您看看这个签字的新合同，也可以让诸位股东过目过目。这些空白文件就是你的项目合同？什么空白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诸位都看到了吧？我这个女儿啊，不学无术不说，还满嘴谎话，这样的人还配继续留在宋氏吗？姐姐啊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拿空白文件出来骗人，你脑子怎么这么蠢啊？啊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等一下。李助理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一会儿会议就要开始了，你把合同给我一下，我先拿给宋总过目，一会儿还给你。可会议一会儿就要开始了。没事的，宋总急着过目，我一会儿就给你送进去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宋总，原来您为了您的宝贝儿子，连文件调换都可以作假是吗？放肆！怎么和你爸爸说话呢？自己拿着空白文件来骗人，被揭穿了还恼羞成怒，还想污蔑自己的亲生父亲。我一直以为你只是厌恶我，没想到连宋氏都可以拿来给你的宝贝儿子铺路。我不该对你抱有任何幻想，也不该对你抱有任何期待。哼，行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敢跟我比，你早该想到有这么一天。这次算我蠢，我认了，但是事情还没有定论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行了，今天各位股东也都在这儿，也请诸位给我做个见证。宋乔能力不足，品德败坏，继续留在宋氏任职，有失公允。我作为宋氏集团的董事长，绝对不会因私废公。即日起，宋乔在宋氏除名，永不录用。哇哦！好一个品德败坏，好一个因私废公。大小姐，您千不该万不该的，就是在项目上说谎作假呀。没错，宋氏集团不容儿戏，我同意将宋乔逐出宋氏。姐姐，你一个女人不好好待在家里，出来跟我们男人抢饭碗，现在后悔了吧？啊？行了，快回家去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保安，把这丢人的玩意儿给我扔出去，以后别让他靠近宋氏半步。我没有做过的事，我绝对不会认。这次算我棋差一招，我认了。但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？我自己会走。这种藏污纳垢的宋氏，我不待也罢。靠这种下作手段上位的人，等着日后被我踩在脚底下吧，废物！贱人！
乔乔，你怎么和爸爸还有弟弟闹成这样？妈，那个合同是我谈的，只不过是被宋耀宗和宋月调换了而已。这怎么可能？妈不信我？怎么会？我当然信你能拿下合同，只是你爸爸和弟弟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妈信我就好。你现在管他连爸都不肯叫了，好好一家人怎么弄成这样？乔乔，你毕竟是做女儿的，好好跟他道个歉，说不定会宋氏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挽回？从他想要杀了我，从我在乡下摸爬滚打一个人长大开始，我的人生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你说什么？杀了你？妈，帮我取下证据。周一，我们一起给他们父子俩一个惊喜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啊！好，这次总是可悲了，真是啊，喝。宋总真是教导有方啊！宋少一表人才，完全不输您当年啊！这外貌算什么？重要的是才能。Corona 集团的项目可是宋少一手拿下的。各位谬赞了，我还有很多需要跟各位学习的地方。来，宋总，我是真佩服您啊！这亲女儿找回来也不偏不倚，宋氏在您的带领下一定更上一层楼。哎呀，那个逆女不提也罢，我们宋氏集团能者担任，耀宗能力出众，交给他呀，我很放心。宋总，时间到了。诸位，前不久我曾说过，谁拿下和格瑞亚集团的项目合作，谁就是我宋氏集团的下一任继承人。我的儿子宋耀宗不负众望，拿下项目合作，所以我宣布宋耀宗就是我宋氏集团的下一任继承人。好，谁说这个项目合作说是他拿下的？谁说这个项目合作说是他做的？我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啊。宋乔，他怎么会来？宋乔，这个项目是谁拿下的？你很清楚，不是吗？我是很清楚，这个项目是耀宗。你很清楚，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，所以你最好想清楚该怎么说。这不是宋氏找回来的大小姐吗？她跟宋总怎么感觉不像父女，更像是仇人啊？合同是我让李助理调换的，中间不可能出岔子。这个贱人肯定是想套我话。宋乔，那天在会议室里，各大股东都看见了你拿的空白合同，现在又在这里无理取闹。诸位，不要被他所蒙骗了，他在此之前就已经污蔑过我了，现在不死心，又来找事儿。我看他是得了失心疯，精神不正常。大小姐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何必在这里继续攀扯呢？影响宴席，我们可把你丢出去了。这么说，宋小姐是想揽功，污蔑宋少？当然，在会议室，不光我和我爸，各位股东都在现场，看到宋乔拿的就是空白文件。天哪，这宋小姐怎么会干这种事啊？还来这闹？是啊，这也太丢人了吧！要不说是乡下来的呢，又蠢又坏。是啊，我是乡下来的，乡下来的怎么了？你们城里来的就比乡下来的要高贵一些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宋小姐，麻烦你搞清楚，我们现在说的是你污蔑宋少的事。我说了，这个项目合同是我做的，我这里有。够了，闹事也不分场合，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，别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。宋乔，你脑子有问题的事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你有什么好狡辩的？现在光把你赶出去还不够，得把你送到精神病院才行。没错，李助理，现在立刻联系医生，把他给我送到精神病医院，好好治治。各位，为了维护宋氏的利益，
今天我大义灭亲，把这个不孝疯女送到精神病医院，好好治治她的疯病。她不会真是精神病吧？这样看有可能，哪个正常人会这么蠢，签空白合同，又来这闹？宋家怎么不把这个疯婆娘关起来？我说了，这个项目合同是我做的，我这里有证据可以证明，我的那份合同是被宋月调包了。大家不要信这个女人，她就是个疯子，疯子的话怎么能信？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的讲？你能证明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？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不行。宋总，既然你这么笃定宋小姐在撒谎，那她把这个证据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又何妨呢？是啊，我看宋小姐也不像是说谎的样子。宋总，咱们看看也无所谓啊。下班，走吧。诸位请看，这个视频有完整的时间线和我写项目合作书的全部过程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写的项目合作书和签订的项目合作书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没错，宋小姐写的就是签订的那一份。宋月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那为什么那天大会上，宋总说是宋耀宗独立完成的，而你只拿出了一份空白文件呢？我说了，那份合同是宋月找人调包的。你胡说！我为什么要让人调换你的文件？是啊，宋小姐虽然说这项目是她拿下的，但是也不能污蔑说是宋总调换的。宋小姐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宋总可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没错，耀宗是我的养子，而你是我亲生的。我为什么要为了耀宗调换你的文件呢？因为宋耀宗根本就不是你的养子，而是你宋月的私生子。你说什么？宋耀宗是宋总的私生子？妈呀，惊天大瓜！宋巧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大家不要被他骗了。耀宗是我和我夫人共同收养的孩子，怎么可能是我的私生子呢？是啊，这要是私生子，宋总夫人肯定不同意啊。啊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不知道吗？这宋氏集团原本叫白氏集团，因为这宋月娶了老白总的女儿，老白总把集团给了他。真的假的？我刚来北城不了解啊。当然是真的，这事儿在北城当年无人不知，后来老白总过世了，这宋总就把名给改了。这宋月原来是个凤凰男啊！哎，诸位，我的家庭情况你们都了解，所以我怎么可能有私生子呢？是他能力不如耀宗，看我对耀宗好，他编织的谎言。这个贱人就是看不得我好，看老子怎么教训他！一口一个贱人，我再如何也没你这个私生子贱。你这个死东西，死手！怎么，就这点力气啊？不愧是锦绣堆里养出来的公子哥，草包一个。你为什么偏要和我抢？为什么？我跟你抢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怎么就叫跟你抢？再者说了，我如果不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不跟你争，老老实实的待在宋家，你跟宋月，你们父子俩会给我一条生路吗？什么？宋小姐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因为宋月和宋耀宗不止一次想要杀死我。他怎么会知道？你说什么？宋总他想杀了你？不可能吧？且不说宋耀宗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这虎毒还尚且不食子呢。是啊，宋总的为人我清楚，光明磊落。宋小姐可是他的亲生女儿。宋月，你听听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光明磊落的你，还配为人吗？他说的都是假的，大家不要相信宋乔说的话。我的为人，大家是清楚的。宋乔，你别闹了，赶快回家去，不要在这找事儿了。假话，宋月，你知道吗？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小的时候，
在我被村里其他小孩欺负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要是我有爸爸的保护就好了。在我趴在学堂门口偷听，被其他小孩欺负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要是我的父母找到我，我是不是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上学了？我总想着，我的父母应该不是不要我，他们应该只是不小心把我弄丢了。可是我没想到，真相比别人嘴里说的还要可怕。我的父亲不仅不要我，还想杀了我。乔乔，乔乔，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妈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还不赶快！哎呀，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！我出轨，还想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，给私生子挪位，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的？妈，别被这个贱人骗了！别叫我妈！我一想到一个私生子叫了我20几年的妈，我就无比的恶心。因为你的谎言，这些年我一直把宋耀宗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来看待，只为了给乔乔积德。但你做了什么？你真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绝不！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别被宋乔这个丫头给骗了呀！正好，全北城的名流今天都在，让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到底都做了什么。宋总，杀人的事我不敢去做。我给你加300万，不用你杀人，这事我安排给其他人了，你只要伪造他是个死胎就行了。没问题。那您省了那位小公子。后面我会去找白秀萍，多领养一个孩子，宋乔积德，白秀萍心善，一定会答应。宋月，你怎么能干出这么天理难容的事？我说呢，天天把那养子宝贝成那样，原来真是亲生的。宋月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死去的老白总和夫人吗？宋总，你这样的行径实在是不配当我们宋氏的董事长。项目合作本来就是宋小姐一力完成的，我看你还是退位让贤吧。至于你，宋耀宗，残害亲戚，无视我们宋氏集团的法规，我们集团根本不需要你这种人。你退位让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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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出宋氏。退位让贤，退出宋氏，退位让贤，退位让贤，退出白氏，退位让贤，退位让贤，不行！爷爷，爸，我不同意。宋耀宗是我们宋家的未来跟希望，我绝不允许耀宗离开宋氏。老爷子，这宋乔才是你亲孙女，怎么就耀宗才是你们宋家的未来啊？哼，宋乔你个臭丫头片子，哪配跟我的宝贝孙子比？搞半天原来是重男轻女，我就纳闷了，这封建王朝不是亡了吗？怎么没通知你们宋家祖孙3代吗？你懂个屁！再如何，也不能让我的宝贝孙子离开宋氏。宋氏集团的接班人，只能是我的乖孙。是吗？宋氏集团要是交给你的宝贝亲孙，那可真是要倒闭了。不交给他，难道交给你吗？宋氏集团是我外公一手创立的，合作是我一手谈下。于情，于理，宋氏集团留给我有什么问题？我孙子呢？你孙子？你确定宋耀宗是你的孙子？林燕，他怎么会来？是啊，林老板从来不参加这类活动的。林总，您这是？我来给你送份礼物。什么意思啊？
宋耀宗不是宋月的儿子，而是宋月的情人和李助理的孩子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们宋家还真是愚不可及，鱼目混珠。啊？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怎么可能知道了这？天哪，这也太有戏剧性了！宋家这宝贝的孙子居然不是亲生的，不是对外宣称是养子吗？这下真成养子了。太炸裂了，又是出轨又是谋杀了，我得报警。我心疼了20年的孙子，我宋家的希望啊！我的孙子，你怎么会？你怎么知道？不叫林先生了。奉大小姐之命，调查当年死胎事件的时候发现的。你怎么敢的？怎么敢的？不，宋总，你听我解释，解释个屁呀！你他妈的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天天把我当傻子一样耍，好玩吗？啊，好玩吗？好玩吗？我就说，你对宋耀宗的事情他妈的比我都上心呢。原来他才是你的亲生儿子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我怎么会是李助理的儿子？我是宋氏的少爷，是宋氏的接班人。你没事吧？滚开！我没你这个杂种孙子，你别叫我爷爷。乔乔，我的孙女儿，乔乔，你爷爷，我可担不起这个名号。是爷爷错了，爷爷以后不嫌弃你是个丫头了。之前爷爷那我对你也是不错的呀。你是不嫌弃，还是不得不？我不是傻子，你打在我身上的那些拐杖，扇我的那些巴掌，是对我挺好的。乔乔，爸爸把宋氏给你。哎，打住！宋氏集团本来就是我的。爸，你怎么能答应把公司给这个贱人？你不是答应已经给我了吗？你不是说……我去你妈的！你这个杂种！我白白养了你20多年，费了多少心血，你连乔乔的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我不是因为你，我能抛弃乔乔吗？抛弃他的人是我吗？想要杀掉他的人是我吗？现在一口一个乔乔叫的亲热。当初他回来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一个是什么嘴脸？宋月在吗？啊？宋月，接到群众举报，你涉嫌谋杀、遗弃等罪名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，乔乔，爸爸错了，爸爸也是被蒙蔽的呀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怕了。从你想要杀我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不配做我的父亲。以后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。乔乔，乔乔，乔乔，为什么？你明明一无所有，为什么？是，我是一无所有，但从今往后，一切都是我的。宋氏不能一日无主，大小姐，我们支持你继承宋氏。不肯原谅我也没事儿，终归还是我宋家继承。从今往后，我将跟随母姓。宋氏不配当我的家人，宋氏集团也将改回白氏集团。不行，不行！我们宋家好不容易才得到的，你是我宋家的唯一继承人，你不能改姓啊！不行。至于你，滚出公司！你之前做的那些伤害我的事，我将找律师对你提出诉讼。姐姐，你不能这样！我离开公司，我活不下去！你不能告我！保安，把这些无关人员带走。是。
走，老爷子，请吧。正好，今天大家都在，不如就当做大小姐，不，白总的继任仪式。